你梦想过当电竞选手吗？台湾的电竞产业曾经拿下很多的世界冠军，但是在最近几年，很多台湾战队都纷纷解散，连知名战队也都在大亏钱。电竞战队难道真的在走下坡了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2012年的前后，台湾电竞战队曾经拿下很多的世界冠军，而电竞产业也一度变成了媒体跟企业都非常关注的热点。当时有很多的大企业还有明星艺人都纷纷的成立电竞战队，电竞选手也变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梦幻职业之一。但是现在几年过去，曾经辉煌的电竞馆关闭，当时成立的战队也一个一个解散。台湾的电竞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为什么明明有过那么辉煌的成绩，现在却好像越来越吃力了呢？电竞在台湾真的经营不起来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电竞吧。你有听过光纤到府吗？如果你喜欢打电动、追剧，又或是常常 work from home， 对于网络品质有要求的话，欢迎参考大大宽屏推出的大大旗舰方案。这个方案会把光纤网络直接从机房送讯号到你家，中间不经过其他的设备，让你想要比 cable 或是 ADSL 更快、更稳、更安全的网络。而且现在申办不用跑实体门市，透过大大宽屏的数位门市，24小时都可以申办。如果你选择旗舰方案，1个月1000油照，还享有数位电视、WiFi 6的机台免费租用， HBO 电影套餐免费观看的大礼包优惠。如果只想要单纯上网，也有每月500元的虎速方案可以选购。有兴趣的话，就点击下方的链接到官网看看更多的方案，线上申办吧。最早在2000年左右，台湾电竞就开始有规模的发展。当时像是世纪帝国、星海争霸、魔兽争霸等等的经典游戏，都成为了主流的比赛项目。接着来到了2008年，台湾成立了第一个电竞联盟 TESL， 开始像传统体育项目那样子，有战队互相竞争的形式。不只会举办选手选秀，还会在电视上面播跑跑卡丁车、星海争霸等等的电竞比赛。那虽然这个时候台湾已经有选手得过某些游戏的世界冠军，不过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一般民众的关心，而这个情况一直到2012年才迎来了重大的改变。当时在英雄联盟这个热门的游戏比赛当中呢，台湾战队台北暗杀星 TPA 爆冷击败了传统霸主韩国战队，不止拿下了世界冠军，还赢回了当时算非常高的100万美元奖金。TPA 夺冠的新闻迅速的抢占了各大报纸的头条，后来选手们呢还走进立法院，呼吁政府支持电竞，引起了很多原本不是电竞圈的民众关注。在 TPA 夺冠之后，很多的金主爸爸也开始对电竞感到兴趣，像是周杰伦、黄立成、林俊杰、三星等等知名艺人还有企业都相继的出钱成立电竞战队。而除此之外呢，当时开始兴起的直播也大力推进了台湾电竞的发展。现在观众们可以亲眼的看到比赛的直播，而战队呢还有选手也可以透过直播跟观众们互动，或是在私底下开实况打游戏等等。这不但让选手跟粉丝的距离更接近，这些直播收益还有周边的工商也为选手带来了新的收益来源。根据报道，那个时候台湾英雄联盟顶尖选手的月薪约8万以上，再加上奖金可以达10万以上，玩喜欢的游戏又可以赚钱，电竞选手变成了很多青少年的梦想职业。而当这个产业聚集了足够多的人气、资金跟流量，更多厂商还有资源也就更有信心投入，加速推进电竞产业的成长。在2012到2018年这段期间台湾战队跟选手多次拿下了不同游戏的世界冠军头衔，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在这光鲜亮丽的成绩背后，很多战队却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电竞战队如果成绩不好，拿不到奖金或者赞助的话呢，那亏钱解散好像也是很合理的事情。但奇怪的是台湾就连一线电竞战队闪电狼都表示自己每年亏3000万以上。而之前黄立成、林俊杰、三星等等大明星成立的这个明星战队呢，也都因为不堪亏损而相继解散。而且这个现象不只发生在台湾各国电竞战队几乎都是在赔钱，只是赔多赔少的差异而已。像是韩国电竞强权 T1 呢，去年的亏损就高达了166亿韩元。北美的状况也不乐观，有战队的经营者就透露说，北美所有的电竞组织不是已经破产，就是正在破产当中。甚至在今年的5月，著名游戏英雄联盟北美赛区的战队就因为承受不住亏损而大举裁员，还因此爆发了电竞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罢工事件。那看到这里，你可能也会疑惑，电竞战队感觉整天都很多的赞助跟业配为什么就连当红战队都会亏成这个样子呢？电竞
战队为什么会亏钱哦？除了养选手、教练、水电租金等等成本烧钱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跟电竞战队的收入方式有关。大家可以用传统的体育竞技队伍来想象，体育竞技最常见的收入来源呢，就是比赛门票的分润。但知名游戏大厂 Riot 的电竞总监就提到，现在大部分观众收看电竞比赛的方式就是透过线上免费观看，除非是特殊的大型活动，不然很难吸引人买票去现场看，所以门票收入很难为战队带来足够的收益。观众不来现场，卖流量跟广告总可以吧？当然可以哦，业配跟赞助也是现在电竞战队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但跟传统体育项目不同，电竞游戏本身呢，还有角色都是有版权的，所以电竞战队要接工商其实有很多的限制，不能够随便用自己熟悉的形象去接。而最后一个重要的关键呢，是游戏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变化非常快速的产业。大家可以想象，今天一个战队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在某个游戏打出成绩跟知名度来了，但万一这个游戏隔天就出现了更强竞争者，人气下滑退烧，没有观众要看，那战队呢马上就要面对血本无归的危机。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是几年前大热门的游戏《斗阵特工》。2018年呢，在这个游戏声势最旺的时候，光是想要加入官方联赛，一个战队呢就要给超过$2500万的席次费用。但因为当时游戏非常热，很多的企业还有名人还是愿意砸下重金帮自己的战队卡位，准备大拼一波。没有想到游戏后来改版之后遭遇到了玩家的反弹，人气在1年内就暴跌，比赛热度大降，各大战队的知名选手也抢着离开。现在联赛呢，甚至已经到了要投票解散的地步。那对于当初砸下重本的投资人来说，战队的亏损之大实在难以想象，因为产业特质而导致收入难以预期，也是让战队频频亏损的原因。那既然是这样，电竞战队难道都要做不下去了吗？虽然各大企业的战队持续亏损，但其实电竞产业整体的产值还是在持续上升当中。相关的游戏硬体实况产业也都持续有在赚钱。那虽然知名战队的解散难免会让企业对于电竞的投资稍有疑虑哦，但电竞战队这个强大的行销跟流量工具也还是有它的价值在。所以很多企业还有名人，就算知道战队亏损不断，还是愿意持续的投入资金，也因此一直有不少新游戏项目的战队正在诞生，各种天价加盟金赞助金、赛事奖金的新闻也不断出现。尤其在中国还有东南亚，手游电竞发展蓬勃，冠军赛的观看人数甚至有90万同上，表示电竞战队背后呢还是有它强大的商机在。但为了让战队能够持续的经营下去，目前的电竞产业也开始寻求不一样的改变。电竞战队要寻求存活的方式呢，最简单可以分成开源节流2个大方向。像是英雄联盟美中韩赛区呢，现在都在讨论制定选手薪资的上限，希望可以减少亏损的速度。而另外一种正在努力的方向呢，是打造更好的赛事制度。像有些游戏的官方联赛会取消庞大的席次费用，让战队可以用更低的门槛参赛，或是在游戏里面设置分润制度，让玩家可以在游戏里面买 skin 还有道具支持选手，选手也可以从游戏当中获得新的收益来源。再来呢，也有游戏官方会放宽战队的业配限制，让战队还有选手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去争取曝光或盈利。另外，因为游戏跟实况的关系很紧密最近也有不少的实况主呢创立战队，甚至亲自下场打比赛来炒热话题，让更多人回来关注联赛跟旗下的选手。那虽然实况主战队不一定能够拿下好成绩，但这些大流量带来的曝光会吸引来更多的工商机会，从不同的方向为电竞产业的未来寻找出路。研究这一集资料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即便电竞战队的亏损看起来都很吓人，可是还是有不少的厂商跟选手都愿意持续在这个产业里面投入心力跟资金。像是台湾也有不少的电竞选手都还持续的活跃在国际电竞赛场上，甚至是辛苦的同时经营实况跟备赛，一边维持生计，一边持续的耕耘电竞。这或许也表示说，这个产业还是有它的魅力跟潜力在。现在面对的困境，可能只是因为还没有摸索出一个最好的盈利方式而已。毕竟跟100年传统的体育产业比起来，只有20几年历史的电竞产业还算年轻，而且这产业的体质跟体育比起来呢，变化也更加的激烈。每次只要出现新的游戏、新的平台、新的载体的出现，都会造成大震荡。因此，未来我们或许看到电竞产业会跟传统的体育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路吧。那当然，这些都只是我们团队小小的观察，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有说的不完整的地方，也很欢迎熟悉这领域的大家帮我们留言补充哦。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你有在看电竞比赛吗？
吗？A 有，看高手激烈的竞争超好看。B 没有，虽然我会玩游戏，但我都玩我自己的，不看比赛。C 没有，我只看自己喜欢的实况主玩游戏。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电竞产业的讨论。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手游广告以及台湾国产游戏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